我台湾猪很好吃，所以台湾娘娘意外的是个做拉面很完美的地方。先吃我的，它这个面条很有味道哎。你买他们这种6星座拉面的店跟一兰比，他们店主会伤心的。普通鸡油。拿下来。它味很浓，它是有虾味，然后有柴鱼味，还有那种比较重的烟熏味。它虾甚至有那个就是虾头的那种高的感觉。对，先吃你那个，那个稍微细腻一点。它有一点柴鱼的味道，然后有一点点鸡汤味的，它其实不是特别原汁排通。对，不是那种正。本来加系其实也不是从颇多正宗派的。但我觉得它很细腻啊，就它有豚骨的咸鲜，又有柴鱼的一点点味道呀，就有点，但是不会特别重，然后有点鸡油味，就不是那种不是博多一心是那种臭到会让你想捂鼻的那种感觉。我来喝一下我这个鱼介汤，鱼介浓的爆炸。它就是那个非常浓的，就是把炸的虾油把那个虾头都熬出味道，然后但是它喝起来又不会像闻起来这么重口，它其实是一个鲜甜咸鲜的味道。真的，其实是很柔和的，它只闻着比较冲，但其实喝起来还好。你怎么做到同时油腻又清爽？这个面，上面那个红色的那个粉，吃起来有点像烟熏你那味的威士忌的那种调调。啊，真的是 smoking 的深重。我这个是没法选面体，对，你那个是可以选。我这个选的硬面嘛，口感怎么样？哇，太绝了，真的。我是喜欢吃意面的人。它这个面条很有味道哎。对，它里面它面条本体有股发酵的面包的味道，有股像来就是那种日式面包会有那种发酵的香甜味在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回事？对，好神奇！它这个意面的口感完美，它是那种真的完美的要单甜。它不是那种，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偏深一点。你那个豚骨汤面吃起来面体有那个味道，我这个因为虾汤味道比较重，所以吃不太出。但是你那个面条体真的吃起来有股发酵面包的味道，怎么会这样？好奇怪，好奇怪。其实很细微的，你要。对啊。之前吃拉面都没感受过这个味道。之前吃拉面都没感受过这个味道。对，我刚刚一吃那个面，觉得好特别。我这个其实就没有那个味道，然后我这个面条会比那个软一点，稍微软一点。我觉得你那个硬面其实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非常硬，其实是。对，其实是比较硬的，但它不是那种阳春面一兰那种，那种硬，有筋性的硬，它是那种偏软的硬，不知道怎么说，我很难具象化的用某种形容食物去形容它，一下子想不到。这个是烟熏的，这个叉烧。对，这是烟熏的，所以吃起来有点腊肉味。吃下叉烧。但是叉烧怎么有烟熏味啊？我加蒜。那个叉烧稍微比较有肉感，不是那种很嫩的。好了够。加了蒜以后，这个甜味真的爆炸。这个还是新鲜蒜。好绝了！我好奇我这里面是不是加醋？有道理啊。我先舀一勺，然后加点醋。啊？不是很大。不是，味道有点熟悉。倒也没有不搭。不搭，没有不搭，对。这什么味道？这什么味道？一下子想不起来，但是感觉好像还蛮熟悉的。那我里面加蒜是什么感觉呢？鱼汤加蒜吗？一点点。
我这个里面加蒜也很大。加了那个柚子胡椒的。这种油脂丰富的汤里面加蒜泥就是赞。但我其实没有很喜欢上面那个烟熏的肉，我觉得烟熏肉会把它本来汤的美味度给，就是掩盖它的光芒。这单独是挺好吃的。烟熏肉口感很好，对，叉烧做的还不错，但是它口感是稍微有嚼劲的那种口感。我感觉应该它比较瘦的部位不是。它应该是拿那个猪肩肉，然后整块去做，不像很多那个拉面店是拿那个三层肉把它卷起来以后拿去卤，然后再切片。你要跟我换一下吗？好。很难想象，待会我们还要去吃猪脚。我觉得有很好做到把鱼和海鲜的香味放大，鲜味都能吃到，然后同时又不会太腻。而且它不会太冲，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应该是能符合大众需求口味的，不像我们之前在那个 LA 吃到那一家，我就觉得柴鱼鱼介风味实在是太重了，有些人可能就真的吃不惯那个味道。它跟面真的就是你说的，稍微有点脆。咬的时候，咬断的那一瞬间，觉得它有脆，就不像咬断了，像是在嘴里被掰断那种感觉在嘴里，就吧唧，骨折的声音。它怎么现在做翅膀的感觉？翅膀的感觉了。面包的香甜味。所以如果要太多了，现在。应该是的。咸度也正好。但我觉得就是它如果一旦脱离了就是本身所谓正宗的那个评判系统的话，我们就很难去评价它，我们只能说它用不用心，味道如何。但是我不会去说它什么怎么最好吃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每家店只要做得好的店都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你如果不是同一个，就比如说你如果不是同一个评价体系的话，比如说加西拉面或者豚骨拉面的话，你很难去把它做横向比较。好，就这样。它是要自己搜吧呀？对，Juka Soba 就是直接拉面原始的叫法。加蛋，不用加了吧？卖完了。那我只能吃面3条了。我要吃那个。面3条吗？OK。就不的，面3条吧，那就试一下吧。闻起来怎么样？闻起来有猪肉味。谢谢。它那个煮干味道蛮重的。不错，它这个胶质的感觉是很够的。跟果冻有点像。跟果冻已经说的很像，对不对？有那个臭味在。入口的浓厚度有点像，但它没有那种鲜甜感，鲜甜感稍微差了一点点。那家面是没有选硬底的，感觉看起来像一兰的那种。面默认的硬度就有Al dente的感觉，你是对的。这样我回口跳。其实是有鲜甜味的，有的。猪肉味是占主导地位的，但它没有像博多一星是有那么冲，它还是一个属于一个可能台湾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其他地方的人比较能接受的一个味道。对，都说他们博多拉面在台湾会变淡。但我觉得它像高配版一兰。对，完全是一个风。他们就是，其实我这么说一下，它啥？就我一兰应该算是个合格标准线吧，就是看它的汤头细致度肯定是比一兰高很多的，但它就是那么一兰那个嘴上吧。对，它鲜甜感要再多一点，我来加蒜了。加点太保守了吧？太保守了吗？够了。他们蒜是那种真的是鲜蒜，对，是有辛辣感的那种蒜。
给到饭人。没吃过这个，没吃过这个。上面有蒜，有洋葱，这也是被吃。但我洋葱是有的，洋葱有的。对。它是酱油汤底，但是加了这个位置。哇，又清爽又油腻的感觉。哦，原来呀，好厉害，好神奇。我倒觉得没有想象那么油腻，没有那么油腻，没有很油腻，这个怎么说呢，有点像寿喜烧的调味。因为它里面加了小鱼干荤部那种感觉，所以它是一个有甜有咸，然后有鱼介的味道的一个汤。面怎么样？意外的很大味的。啊？意外的很能带味道上来。它好弹哦！这个面条如果是10年前的我应该是很喜欢吃的。但我现在觉得这种口感的面条比较适合做炒面，做汤面的话，感觉跟汤底融合就会稍微有一点点不搭。对，我就说它其实意外的能带味道上来。一般来说这种面来做汤面的话，不太吃味道。你可以给我试一点点那个蒜吗？这个好像还好，因为它那个油脂感不是转到汤里面去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特别搭。它里面其实这个酱油拉面，而且它这个东西依然是不舍得给，他们很舍得给，也能添加口感。我来试一下这个叉烧，挺好吃的。那叉烧是比较大片的那种，依然有那种 Q 的那种鲜凉感在里面，没有到炖到那种很软绵会化的那种程度，而且一点都不膻。意外，因为台湾猪很好吃，所以台湾相当意外的是个做拉面很完美的地方。溏心蛋调味不会太重，不会太甜，也不会太咸。刚刚跟老板讲说我背，我就把依兰当一个 benchmark 吧。这个目前在我这边，它各方面都是略胜一筹的。然后在上你说跟谁比？依兰，他不废话吗？这样子，我觉得依然是很好的标尺。说实话，我觉得你把他们这种用心做拉面的店跟一兰比，他们店主会伤心的。也是哈，就像你拿一个正经调酒师跟他跟御调酒商提并论，就有道理，这段卡掉。但我觉得你刚刚那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如果喜欢吃一兰的话，可以来这家试一下，一定不会让你失望，这个意思。也蛮搭的，蛮搭的。先吃我的还是先吃你的吧？你的感觉稍微淡一点。我这个是手揉面，你那个是细面是吧？细面。你这个稍微，你这个也蛮浓的。都很浓，都很浓。你先喝汤。不表情。有点什么？鸡汤。鸡白汤，但是有猪味，没有苹果味，很不错。上嘴巴里有那种沙沙的感觉。对。我觉得太咸了，它已经浓厚到了豚骨感了。我这个真的豚骨，豚鸡3鲜。你这个其实鱼味比较突出，是那种很浓的奶白鱼汤的那种鱼味。炖鸡鱼。鸡和豚骨我先给它做铺垫。先选这个面，粗面，很粗。哇，好粗的粗面。它很粗很粗，跟我们之前吃那种硬的不太一样，它那种很粗很粗的那种面，没有硬心，就是纯 Q。这个有点厉害。但它这个面其实没有很细的汤汁的味道。是，但是还有这个汤够浓，能挂在上面。这为什么要配这个？进到清爽度了吗？我觉得它这个配上上面
你的迷惑。没有东西跟它是搭的，就是他们两家店的风格都是属于，就是不管你点什么 top 什么东西，topping 大差不差，但我觉得有点短，很敷衍。他帮你那个蒜泥加在边上了。啊的细面。鱼汤感觉为主，但是我不讨厌，因为它这个这种细菌奶白汤我是本来就比较喜欢的。你那个稍微清淡的，我这个稍微咸度高一点。大家换点吃一下。你这个，而且我这个会更加有那种吃那种重豚骨的那种比较腻的那种油脂感。你那个其实还是稍显清淡的，因为它是鱼汤底嘛，对，上面有这个很迷惑的。可能是为了让它清爽一点嘛，所以他们俩萝卜。反正他们之前放的生豆芽，很多人反映说，吃不了。因为它这个虽然是萝卜丝，但是没有任何萝卜丝的那种辛辣和他们家七味粉品质蛮好的。闻到已经开始结块了，感觉。你这好吃吗？哇，你这个现在看成二郎拉面。好浓，好喜欢。有。我没有觉得它加蒜很明显的区别，但是我觉得它比那碗比较好吃。这个叉烧跟隔壁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包括上面的那个烟熏的那个肉，这个感觉像喝鱼汤，很浓的鱼汤。他们家的拉面我觉得都不能按照正常的拉面的这个评判系统去评价它，因为它已经跟正统拉面其实创意感其实玩的比较多。这一碗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创新。你那碗其实不错的。从味道上来说，感觉也不是那种很浓郁积累的鸡味，就是浓郁到已经有就是像豚骨的感觉，所以我很难评。你知道吗？